嗨，大家好，我是光头，你的跑步教练上线喽！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年行大运。2023年影响你的一句话是什么？那对于我而言，我看到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原来其实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永远的活下去，而是留下能够永远活下去的东西。是这句话开始让我思考，如果现在不在人世了，那我留下了什么？所以这句话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不断的影响着我。那2023年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带我的恩师潘瑞根老师出国。若非年幼时蒙受于潘老师的指导，我又焉能有今天？在我贫困无助之时，其实是老师的照顾以及支持。那我今日有所成就，其实这个恩情呢是一辈子的。所以跟着老师一起到韩国无论是逛街吃美食，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又在老师的见证下，我在首尔马拉松的10公里组获得了第3名。那再来呢，去年的时候也成立了运动员军师联盟，这个是一个为运动员而生的 Podcast 语音节目，其实是期望跟启发运动员了解自己、认识环境、练习思考，更有方法去成长的打下自己想要的江山。其实很多的粉丝啊跟学生回馈都让我们备受温暖。那做这件事情呢，也让我觉得说能够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再透过语音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到底跑了没系列影片。那透过 YouTube 影像的分享啊，其实是想让接触跑步的市民可以先从影像的方式认识跑步，让自己开始有方法的去学习跑步，在赛场及社群媒体收到很多的讯息以及感谢。我希望我能持续拍下去，也告诉我自己做的事是有帮助到跑友你们的。然后也谢谢我的摄影师，这些事情很困难，希望我们可以坚持。再来就是我觉得去年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 NBRC 我们带领了视障跑者去做了一个专业的跑步课程。那 NBRC 打造这个多元化的运动，今年我们首度跟视障跑者合作，我们透过3个要点：第一是环境安全，避免过多坑洞不平坦的地形变化，那降低运动风险；第二是我们的语言表达，如何透过更有效的话语传递给我们的视障跑者，让他们更好解读我们所传达的专业讯息；第3个呢是我们的感官体验，透过人的感官作为我们课程的架构。这次主要是透过听觉、触觉来设计课程的内容，其实让视障跑者能够更安心多元化的去学习跑步。我们也在最后呢，陪同视障跑者一起完成了一场路跑赛事。那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因为我在过往都是担任市民跑者的教练，那第一次担任视障跑者的教练，在过程当中有很多我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也让我能够从新的角度来去认识跑步这件事情。指导完视障跑者之后呢，其实对于我而言，我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在那个时候，爱运动动物爱的江义春老师，我们师大的教授，他来问我说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做一个听障跑者的跑步教学。那这个主题我们叫做妙手跑天下，因为听障跑者主要我们就是透过手语来传递语言嘛，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手语老师与跑步教练合作教学环境。对于这个运动平权这件事情，是爱运动动物爱团队一直想要致力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其实在这一次当中，我们将这些手语啊运用在我们的运动领域当中，透过手语老师在我进行课程的时候指导，让这些听障跑者能够有更好学习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这种专业的互相学习，我觉得在这一次是很难能可贵的。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担任了北一女的田径队教练。其实本以为就是说我在这个社会推广跑步教学啊，其实是没有机会进入到基层指导选手，因为毕竟可能在时间上或是我们的训练上都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是缘分。那也感谢学校的信任与支持。在运动员军师联盟对于生涯规划的这部分，其实让我能够更实际的去帮助运动员。我也期待呢，就是接下来带着大家口中的小绿绿，我们能够勇往直前，一起去追寻我们的梦想。那其实我在 NBRC 带领的智慧学院也是绿色的，这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种缘分。那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也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Run Your Way。对于5年已经没有跑过全马的我来说，要跑全马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心生恐惧的，因为42.195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在这场比赛中，让我感受到为何人生是要跑一场马拉松，更让我了解到身为运动员以及教练的我，为何在某些时刻，对于不管是学员或者是选手是如此重要的。正如 Run Your Way 多年后，我又再度迈开步伐，站上全马这条路。而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大概在15公里处的时候，取完水之后要离开水站，刚好有另外一名跑者瞬间的进入取水，所以我的膝盖在收腿的时候被他绊倒，而我的右脚支撑的动作忽然的急刹，那我就感觉到我膝盖的前侧有一些不是很那么舒服的状态。而那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我而言，心里是非常挣扎的，我到底要继续还是要弃赛？可是呢，我觉得我好像是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我不断的询问我自己，身为一个选手，身为一个教练，我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断的观察我自己，我可以走路，我 OK。所以我其实到后段的时候很煎熬，但是我也看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加油的参赛者们，以及帮我加油的观众们，你们的鼓励都是我完成这一次纽约马拉松每一步的这个力量。我每一步都是迈开我的步伐。虽然最后完赛成绩不如我的预期，但是我克服了心魔，站上全马的起跑线，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谢谢 New Balance 的团队信任与照顾，这一次我们 Run Your Way 完成了这一场赛事。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台北长跑福人社也举办了长鸣赏超马杯赛事，是由这个中华民国超级马拉松运动协会认证，总共有6小时的超马赛以及3小时的接力赛，有350名的选手参与赛会。同时为落实提倡多元平等的运动环境，这次的接力赛也邀请了轮椅选手共襄盛举，希望透过不同的运动形式的交流，为国内长跑选手争取更多的资源，期望能为台湾各个角落里朝着目标前进的选手们找到各种的可能性。而超马杯比赛的所得也都捐赠给我们的长鸣赏，作为颁奖典礼的使用。那在刚刚提到的长鸣赏啊，其实我们往年的时候都有举办长鸣赏精英跑者交流会，其实就是让长鸣赏的选手到各地，然后跟市民跑者做更多的交流。去年的时候，南山人寿呢跟长鸣赏一起举办了全省共跑交流会。第2届长鸣赏的精神其实是传承与接棒，国手们不止自己要跑得好，更希望把这样好的运动带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让台湾人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那我们这4场的精英交流会，在台北、桃园、台中、高雄，每一场基本上都是1000人来参加。每一次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活动啊，其实都可以让市民更能够知道说跑步的专业，如何避免运动伤害。那由国手这样子专业的一个指导，也能同时告诉这些想要参与路跑赛，他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那很多国手的一些激励人心的故事，也都在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会上做到很感人的分享，让大家都能够相信我们是能够越来越好的。也期待今年的精英跑者交流会能创造更大的力量，更有效的去让市民跑者爱上我们的跑步。那最后呢，其实就是在去年的尾声，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场赛事就是台北马拉松。我们在去年曙光团队其实是带领了1000位跑者学习跑步。那在我们去年推出了跑姿技巧的 Level 1跟 Level 2的课程，其实跑者学习完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跑步积极性变得比以往更好了，还有参与一些全马半马的一个训练营，学习周期化的训练，其实让自己的跑步融入到生活当中。在去年台北马拉松，由曙光的教练团队带领的学员们也创造出了非常棒的成绩。我们的 Sub4 就将近要破100位， Sub2 就已经超过100位的跑者去完成这一件事情。那也希望说能够持续的推动就是跑步训练的一个专业内容给我们的市民跑者。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去年第一次参加了台湾运动产业博览会的参展。全民运动已不再是口号，那跑步其实是市民最好入门的运动。我们希望将跑步推广至市民与企业，让健康发生在生活当中，让专业延伸在市民，是田径运动员与跑步教练与社会中的价值。那很感谢曙光的伙伴们，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情，让生活中出现跑步，带领大家进入到跑步的世界。在《神雕侠侣》中，伊登大师曾问小龙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小龙女回答：蛋破生鸡，鸡大生蛋。既有其生，必有其死。人生来，请把想体验的趁着时间好好体验，请把想留下的把握时间勇敢去做。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在去年，其实我很感谢我自己做了很多以往都不曾尝试过的，不管是运动的教学，或者是举办的活动，让我的人生多了很多不同的体验。也希望跑步这件事情是我的一生志业，能够陪伴着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新年快乐！